其实我跟你结婚以后，我真的变得还蛮常去旅行的。因为你原本就是一个不旅行的人啊。我可能就觉得又不履行义务。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我随便就可以讲出100个带小孩旅行很痛苦的地方。但是我就想到，我们马上还是会持续的做这件事情找麻烦。就是我们还是会坚持的带小孩去旅行。对啊，为什么呢？虽然途中都会经过100个，当下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的想法？那一点吗？好吗？听到了。但是下一次都还是会再做这个决定。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我们真的觉得很在意的点，是在旅行当中会发生的。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在这种无聊的开车途中，顺便跟大家聊一下吧。我觉得我想到的第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我想要，我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去旅行。你不想因为有小孩而牺牲了这件事情？比起我为了避免这些麻烦而不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那我愿意承担这些代价，但是我还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个喜欢旅行的人，因为像我们家出门，显然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要旅行，我要计划一切的行程，然后决定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几天，订机票、订住宿，就是完全都是我负责包办的。对啊，因为我们都很尊重你啊。我还是会持续想要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喜欢。不是说我喜欢计划，但是我喜欢旅行。如果你本身也是喜欢旅行的人的话，你不应该因为有小孩这件事情而牺牲了你持续用旅行来体验这个世界的权利。广义来说，我觉得不只是旅行，就我觉得就像我们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可以运动啊，然后工作上想要尝试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生活上想要尝试的改变，例如说像我们移民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尽可能的不要用因为有小孩所以我们不能怎么样的这种思维去执行。这样即使有小孩，我们就算多了父母的身份，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去挑战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这样第二个我觉得需要带小孩一起旅游的原因是，学习都需要在真实的情境中。就是传统的学习就会是我们先学习一个知识，然后之后有机会你再用你的亲身的经验去验证这个知识。这样物理就是一个很常见让大家会学习起来会觉得很痛苦的学科嘛。我觉得像我到现在，我觉得物理我最有印象的就是都普勒效应。不同的距离，你听到的声音的那个频率会不一样啊。对，我觉得就是像那个救护车，它开走的时候的那个声音会变，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最可以体会到的，你就会对这件事很有印象。可是就其他这种物理公式什么，就是说真的不太有印象这样。那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讲物理这种大家这么讨厌的学科，我觉得讲英语。可是很多人很喜欢物理啊。没有，不行，大家都知道 Hannah 是学霸嘛，然后其实我的功课就是还蛮普通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 Hannah 她从小他们家就很常去旅游。然后我觉得这个旅游其实是会让他的世界变得很广阔的。对于一个有旅游经验的小孩来说，如果同样都是小学生的话，他就会知道外语是很重要的。然后他在学习的动机上面，我觉得也会差很多，因为他会知道说，哦，这些英文是真的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的。我觉得一定是只限于比较会考试啦。但我觉得对你来说，真的就是你在学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对应到很多真实的情境。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旅行的重要。那我就觉得有机会在国外长大的小孩，就是我们后面这2位，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他们的世界是很大的。意思就是他们其实是看过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然后他们看过不同文化的人，他们吃过不同民族的食物，这样。我就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在旅行当中发生的。就是我觉得比起我们提供很多人工的东西，或者是各种玩具啊，各种什么的，就是我们就觉得反而是在真实的情境当中，你的五官都是可以被共同刺激到的。这样，我觉得不用说小孩，我觉得对于大人来说也是，这个体验是很丰富的。就是当你的人是身临其境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这整个体验都是很新鲜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旅行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世界很小。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象过会长这样的地方，然后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所讲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你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体悟吧，比较有助于你建立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对你自己的认知。那你觉得你小时候这么多旅行的经验，对你后来有什么帮助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会觉得说，啊，小朋友又没有记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确实是真的是会多花很多钱。对啦，机票钱就很可观了。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它够值得？我觉得它会是一种习惯。当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在，然后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的门槛很高。就像我就觉得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如果我想要规划去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或者是旅行之类，我觉得我是有把握的。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就是如果旅行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式的话，那是不是你这一生当中你都可以持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那其实如果就是让小朋友在他还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话，等于他就很习惯。他的这一生当中，他想要学习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他会用这种方式去，对，他很自然用旅行来拓展他的这个世界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建立一种学习的哦，那其实很珍贵耶，我这个能力很珍贵。因为我刚刚想到对比，就是以我们现在大人来说，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一定是用手机查嘛。对，那但是当你想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会想要用手机查，还是你会想要直接去这边看？那我觉得这就会是两种不同的习惯模式。比起你用手机查，然后你完全依赖网络上面的资讯，或者是你依赖人家的旅游影片之类的去满足你的这个好奇心，那可能以我自己来说，并且我目前也期待我的小孩可以的是，他们可以愿意有行动力去到这个地方。第三个要带小孩一起旅行的原因，就是可以创造全家人的回忆。我觉得塔斯马尼亚对我来说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以前有跟我爸妈一起来嘛，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我跟我的爸妈的回忆。这样，当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跟过去的回忆有一些连结，这样子。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然后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好像除了在你的那个家的那个建筑物以外，就是有其他地方是有你们有各式各样的连结，或者是各式各样回忆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感受是还蛮特别的。像你妈现在就不在了嘛，你现在也没有住在你以前小时候长大的家这样。但是我觉得当你们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是存在一个不会消失的地方的时候，就是其实每次当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因此而思念那个家人。有点像是你的回忆储存在很多不同地方的感觉。就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他们这样，塔斯马尼亚一定会比我们活得更久嘛。人是会消失的，地方比较难消失，所以如果把一些美好的回忆存在一个地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蛮珍贵的吧。像我们这一次我排的很多行程，其实蛮多都是我跟我妈以前去过的地方，然后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重游旧地的感觉。对我们家来说是在创造新的回忆，但同时对我来说也是在回顾某些我过去跟我家人的回忆。这样，我觉得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出游的时候，就是你会有让你们家更凝聚的感觉。对，因为你可能在原本的生活范围当中，你不会很明显感受到你们家是一个单位。但是我觉得，当我这次我们出来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我们家是一个单位，然后一起去探索一些新的地方的感觉。我觉得确实有种更紧密的感觉，因为我们一起到了一个很不熟悉的地方。对，但是我们是互相最熟悉的人，就是好像在冒险当中会很容易的把大家给拉在一起的感觉，因为真的就是会遇到很多困难，跟遇到很多的变动嘛，那就是在这变动当中，然后大家还是大家互相调试啊，然后一起支持对方这样。因为旅游当中就是会有一些意外嘛，可能很多事情是没办法照着计划走的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互相调试，然后互相忍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蛮珍贵的。这样，我觉得特别在旅行的时候，我会有这种就是非常累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非常累的时候，然后当你又在一个不同的
环境的时候，我觉得就会促使我思考很多我的过去、我的现在跟我的未来这样。哇塞，我是什么多愁善感的人嘛？对啊，你想好多，你的头脑好复杂。因为这个也可以讲到我们第4个，我觉得带小孩旅行的意义，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整我们的生活步调。当你离开你原本生活的步调，就是你的节奏完全被打乱，然后你住的地方是新的，你去的地方都是新的，你每天的行程都不一样的时候，真的会有重整的感觉，就是你没办法很无脑的重复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反而会重新的去思考，那到底什么东西是重要的，然后什么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只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它很自然的变成一部分，然后好像它很重要这样。每一次旅行的时候，我就觉得让我有机会重新去看我原本那种很习惯的那种生活，可能也有点像是舒适圈的感觉吗？就是舒适圈啊。对，就当你自己跳脱出这个舒适圈的时候，你就会去很仔细的检视说，我现在这个舒适圈有哪一些东西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留下来的，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当你看到了这个更大的世界以后，你就会觉得其实我不需要继续留着的。每次在旅行中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很帮助我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再看看自己。我觉得对于家庭关系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最近我跟那个2个小孩的关系有一种又冲突又亲密的感觉，可能就是作息有点乱掉啊。那我们也需要一直去适应新的东西，然后一直就要调试。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在一个很躁动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会是让我们彼此间有一点小冲突的地方，但是又会觉得我们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好像也可以有一点重新整理的感觉。之前可能跟很多家长说我们会带小孩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勇敢吧。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很崩溃的点，可能就是因为在旅行当中，就是小孩其实是会越来越失控的，然后家长情绪其实是会越来越满的。这一点确实会让人家蛮却步的。对，但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反而是在旅行当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个混乱当中重新找到秩序的时候，其实这个秩序会更适合未来的自己的。对，它是经过考验的秩序。对，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弟弟的喝奶跟吃饭的时间可能是有时候是有一点可以稍微对调一下这样子。洗澡跟睡觉作息其实有时候是可以有一些调整的，就是跟我们平常在家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新的习惯，真的就是在旅行当中才会发现。然后我觉得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你就一直维持一样的就好了。对，就是不管它好不好，你就是一直维持着这样，就是还是可以把这些新的习惯带回去。对爸妈跟小孩来说，都是拓宽我们的各自的弹性。带小孩出门，我觉得对小孩来说，他们的弹性也会被拉大，就是他们会知道说，有些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哪一些事情是不管到哪里都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就是确实需要在这些情境当中，他们才有办法慢慢的去理解这样，然后去感受到什么时候爸妈状况不好，然后什么时候爸妈状况是好的时候，这样子各种的。OK， 那我们就要继续我们下半段的旅程。OK， 2个小孩刚好在睡觉，对啊，非常的和平，好安静，好不那旅程最快乐的一个旅程，好不习惯。对啊 OK， 拜拜。拜拜。